大家好，我是佑成中西医联合诊所的赖医师。暑假到了，相信很多人都已经安排好出国旅游。出发前，除了安排行程，也别忘了做好健康的准备哦。今天跟大家分享几个出国前一定要知道的重点，包含饮水、饮食、疫苗以及不同国家需要注意的传染病。出国旅游最常见的健康问题就是大家常说的水土不服，医学上有一个正式名称叫做旅行者腹泻，是在旅途中很常见的肠胃道疾病，大多数都是因为吃到或喝到受污染的食物或饮水所造成的。有些国家的自来水不适合直接饮用，可能会吃进肚子里的水，包括刷牙、冰块或是清洗食物使用的水，都要特别留意。像印度、埃及、墨西哥都是属于旅行者腹泻的高风险地区，当地的气候炎热，细菌繁殖速度很快，饮食卫生没有特别留意，就特别容易出现腹泻。这3个国家你有去过吗？都没有啊。我有听过医院的老师们去印度，就是参访团，他们要自备点滴。哈，是哦，对，为什么？就是担心在那边真的拉肚子脱水。有时候滑那些 IG 什么，他们那个印度的饮料，它的那个调制的过程掺杂一些手的味道，那就要看大家的肠胃强不强壮了。哦，那有中高风险区吗？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像是越南啊、泰国、柬埔寨。还有很多人喜欢去的巴厘岛，在巴厘岛，旅行者腹泻甚至有一个常见的名称叫做巴厘岛肚，通常在用餐后12到48小时内就可能出现腹泻、腹痛的症状。巴厘岛我就有去过哦，那你有吗？好像4、5天，最后1、2天有怪怪的感觉，因为他们的食物上面好多的苍蝇。哈，你们有印象？那这样的，如果假设我今天真的身体不舒服，我就是只能腹泻，没有其他的选项，还有吐。先吐再腹泻，那我应该是要全部就是腹泻干净，还是我可以吃一些止泻啊什么？通常我们都会建议先把病菌拉干净嘛，除非你真的拉到发烧啊、血便的状况。好，在泰国一般餐厅用餐大多没什么问题，不过路边摊的卫生条件差异比较大，那我们就建议选择现做现煮的食物。至于越南生菜也是需要留意的食物，有些店家会直接用自来水清洗。如果肠胃比较敏感，建议尽量避免生食。日本跟韩国的话，大家最常去，因为很快，有什么要注意？很安全很多，他们的饮食卫生管理相当完善。日本的自来水就可以直接生饮了，韩国的饮用水品质也不错，虽然可以饮用，可是当地人多半还是习惯喝过滤的水或是瓶装水。旅游的时候，我们依照当地的习惯就可以了。那我想问，就是因为你刚刚有提到韩国嘛，我之前看网络上有人会说，就是要去药局买驱虫药，就这到底是要还是不要？因为韩国有不少的生食啊，像是酱蟹啊、生牛肉啊、生章鱼，还有搭配烤肉的生菜、大蒜，都有经过高温的加热。所以大家常常会担心有没有寄生虫感染的问题。过去韩国确实有定期服用驱虫药的习惯，不过随着公共卫生和食品卫生大幅改善，寄生虫感染率已经明显下降了。目前并没有建议预防性的服用驱虫药，也不需要特地的提前准备。日本好像没有日本也很多生食，不过他们的食品卫生管理相当严格，部分有寄生虫风险的鱼类都会先经过冷冻处理，降低寄生虫存活的机会。从食材的来源运送到餐厅都有完整的管理制度。此外，日本的料理人员也都有接受相关的训练，他们知道如何辨识、处理可能带有寄生虫的食材，所以整体风险相对低很多。当然，再完善的管理都不代表完全没有风险，建议还是选择卫生条件良好的店家比较安心。那出国前就是有没有需要打一些疫苗啊？疾管署的建议，可以在出发前4到6周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因为有些疫苗需要接种2剂，那也有些疫苗接种后需要2周以上才会产生足够的保护力。近几年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 NMR 疫苗，因为近期国际麻疹疫情的升温，所以计划去日本、东南亚旅游的民众就要特别的注意。麻疹的传染力非常强，可以透过空气传播，只要和患者待在同一个室内空间，就有可能受到感染。那台湾1981年以后出生的人，正常情况下都已经完成2剂 MMR 疫苗接种了。所以不确定自己有没有接种过，可以先确认疫苗的接种记录。如果还是不确定是否有保护力，可以跟医生讨论是不是要先检查抗体或直接补接种。是每个疫苗基本上都要留2周，这是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产生抗体的时间就需要一定的时间。对啊，原来如此。
麻疹疫苗另外要提醒说，如果同行有未满1岁的婴儿，要特别留意，6个月以上未满1岁可以先提前接种1剂 MMR 疫苗。不过这一剂属于旅游需求的提前接种，满1岁之后仍要按照时程完成2剂的 MMR 疫苗。到东南亚旅游，除了旅行者腹泻之外呢，还要注意 A 型肝炎和伤寒，这2种疾病也都可以透过受污染的食物跟水传播。台湾40岁以下的民众大多没有 A 型肝炎抗体，所以一旦感染，成人通常都会出现明显的症状，甚至引起急性肝炎。伤寒则是会造成持续的发烧、腹痛，需要接受抗生素的治疗。如果行程安排会到丛林、山区或是医疗资源比较不足的偏远地区呢，也建议提前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是否需要先服用疟疾的预防药物。A 型的是自费吗？还是健保？A 型肝炎现在成人都是自费，我们诊所也有，所以有人会打电话过来询问，就说他要去东南亚的国家。对，那我上次去越南也有先打。他现在也是打3剂吗 ？A 型肝炎打2剂。对，建议大家出发前可以先到疾管署的国际旅游处方签，输入旅游国家就能查到当地的疫情资讯和建议疫苗跟旅游健康注意事项。出国的话，如果我要自己准备一个备用药的话，我应该要准备一些什么？建议准备一个简单的旅游医药包，像是口服电解质，万一旅途中腹泻，最重要就是补充水分跟电解质，避免脱水。止泻药也可以备着，拉肚子比较严重的时候可以使用。如果腹泻合并发烧、血便或是腹痛越来越严重，就不要自行服用止泻药，应该尽快就医。另外，退烧止痛药也很实用，像是普拿疼啊，对于发烧、头痛、经痛、肌肉酸痛都能派上用场。但如果是要到蚊子为媒介的传染病流行地区，记得准备含 DEET 或是派卡瑞丁成分的防蚊液。平时有固定服用的慢性病药物，也要多准备几天的药量，以免遇到班机延误或是行程变动。最后，旅游医疗保险也非常重要，国外的医疗费用往往比想象中的高，在出发前可以多一份保障。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能帮助大家安心出发，平安回家。出国前多做一些准备，旅途中就能少一点担心。如果有关于疫苗接种的疑难杂症问题，都欢迎到幼成中西医联合诊所的官方 LINE 或是赖医师的门诊咨询。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你去名古屋你会准备什么？我通常都会准备一个药包啦，然后小朋友的用药、信用卡跟护照带着就好了。哈，所以你一集什么都不在啊？这2个最重要不是？假设你今天只带一个护照跟钱包，你就这样就出门，最重要的啦，就是说最重要一定要带的是信用卡跟护照，其他的就是想到什么带什么。